天穹骤裂陨星飞，一瞬尘埃漫天灰。赤焰临颓800万，荒原回首问苍微。大家好，在下奇闻居士。1908年6月30日，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通古斯地区发生了一场震撼世界的爆炸。爆炸的威力相当于2000颗广岛原子弹，震动范围遍及全球，成千上万棵树木被拦腰折断。大片森林瞬间化为废墟。然而，最令人困惑的是，尽管爆炸的破坏力如此巨大，却没有找到陨石坑或任何明显的陨石碎片。这场灾难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是陨石的撞击，还是外星飞船的爆炸，甚至是未知的自然现象？100多年来，科学家们不断提出各种猜测，但真相依旧隐藏在历史的迷雾之中。今天，就让我们一起回到1908年的那个夏天，深入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，追寻这场神秘爆炸的真相。1908年6月30日清晨，一个静谧的夏日在西伯利亚瞬间被撕裂，一个巨大的火球如同第二个太阳，以惊人的速度划破苍穹，从东南方向直冲西北。几分钟后，惊天动地的巨响骤然响起，大地剧烈颤抖，仿佛世界末日降临。通古斯大爆炸的破坏力令人震撼，超过2150平方公里的森林瞬间被夷为平地，8000万棵树木如多米诺骨牌般倒塌，形成一个诡异的蝴蝶状图案。那些未倒下的树木也如同被剥皮的电线杆，枯立在天地间，诉说着灾难的无声痛苦。这场爆炸的威力难以想象，相当于2000颗广岛原子弹，释放的能量可达10到40百万吨 TNT 炸药，冲击波横扫方圆40公里。连英国的地震仪都捕捉到了这股惊人的震动。炽热的气浪点燃了森林，浓烟滚滚直冲云霄，远在1000公里外都能听到轰鸣。附近的村庄居民被气浪掀翻，房屋玻璃瞬间破碎。更为神秘的是，尽管破坏如此巨大，科学家们却始终未找到陨石坑或大块陨石碎片。由于事发地点偏远，加上当时俄国正处于政治动荡时期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接踵而至，对通古斯地区的科学考察被推迟了近20年，导致了无数猜测和传闻。有人认为这是神灵的惩罚，有人说是外星飞船爆炸，甚至有人猜测与特斯拉的实验有关。通古斯大爆炸成为了困扰科学家们超过1个世纪的谜团。在俄罗斯科学家福斯曼和维尔纳茨基的支持下，矿物学家列昂尼德·库利克踏上了一段充满未知与探索的科学之旅。他的目标是解开1908年那场惊天动地的通古斯大爆炸之谜。最初，库利克坚信这是一颗巨大陨石坠落造成的灾难，随后的探险之路却充满了惊人的意外和疑问。在多年的艰苦探险中，库利克深入西伯利亚人迹罕至的荒野，收集目击者证词，绘制灾区地图。他发现爆炸中心的树木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放射状倒伏模式，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从中心向外辐射碾压。然而，令他困惑的是，始终未能找到预想中的巨大撞击坑，甚至连大型陨石碎片都杳无踪迹。这些发现促使库利克开始重新思考事件的起源。他逐渐转向了更为大胆的假设，可能是一颗由冰和尘埃构成的彗星在大气层中瞬间蒸发。这个理论或许能解释为何现场未发现明确的物理证据。与此同时，科学界的想象力被彻底点燃，各种大胆的理论应运而生，从反物质湮灭到小型黑洞碰撞，从外星飞船爆炸到核动力技术失控，每一种假说都试图揭开这个惊人事件的神秘面纱。科研人员对现场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调查，他们分析了土壤、树木，甚至树枝中的微量物质，发现了富含镍的磁铁矿和硅酸盐小球。这些发现似乎又重新点燃了陨石撞击的希望。但诡异的是，
这些微粒的总质量远远小于爆炸所需的质量，这再次引发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：失踪的物质究竟去向何方？2013年2月15日，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市的清晨，一颗直径约20米的陨石以每秒19公里的速度穿越地球大气层，并在23公里高空发生爆炸，释放的能量相当于500千吨 TNT 炸药，是广岛原子弹威力的30倍。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震碎了数千栋建筑的玻璃，造成1500多人受伤。这一事件是自通古斯大爆炸以来100年内最大的一次空中爆炸，也为科学家提供了研究通古斯大爆炸的宝贵参考。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与通古斯大爆炸有着惊人的相似性，两者都是空中爆炸，产生强烈的冲击波和热辐射，并造成大范围的破坏。不同的是，车里亚宾斯克事件发生在人口密集区，留下了大量陨石碎片以及丰富的视频和图像资料，这为科学家提供了利用现代技术对空中爆炸机制深入研究的机会。通过分析车里亚宾斯克的爆炸视频和地面破坏情况，科学家们能够准确重建陨石的初始大小、速度和轨迹，并计算爆炸的高度和能量。这些数据结合计算机模拟，帮助科学家们更好地理解通古斯大爆炸的发生过程。模拟结果显示，一颗直径约50到100米的实质小行星，以极高的速度进入大气层后，在距离地面几公里的高度发生爆炸，产生的冲击波和热辐射足以造成通古斯地区的破坏，而小行星本身则会在爆炸中完全蒸发。这与现场没有发现大型陨石碎片的情况相符。研究表明，车里亚宾斯克陨石的爆炸高度和释放能量与通古斯事件非常相似，这为通古斯大爆炸的理论提供了有力支持。通古斯大爆炸，这颗来自宇宙的警钟，在西伯利亚的夜空中回响了超过100年。它不仅激发了人类对宇宙奥秘的探索，也促使我们认真思考如何应对来自太空的潜在威胁。尽管通古斯事件的真相仍存争议，但它无疑提高了人类对近地天体威胁的认知，并推动了行星防御领域的快速发展。近年来，世界各国的航天机构和科研团队积极开展近地天体监测和预警工作，致力于识别和追踪可能对地球构成威胁的小行星和彗星。目前，多个项目正在扫描夜空，例如美国宇航局的 NIMS、卡特琳娜巡天系统和泛星计划。这些项目不断更新数据库，对天体轨道进行精确计算，评估撞击地球的可能性。除了监测与预警，科学家们也在探索应对小行星撞击的防御策略。2022年，美国宇航局的大任任务取得历史性突破，通过动能撞击成功改变了一颗小行星的轨道，为未来应对小行星撞击威胁积累了宝贵经验。欧洲航天局的赫拉任务将对搭人的撞击结果进行更详细的评估，以进一步完善防御技术。除此之外，科学家还在研究其他行星防御技术，如引力牵引、离子束推进和核爆偏转等。这些技术各有优缺点，具体使用何种方案取决于天体的性质。更令人振奋的是，在这场保卫地球的伟大事业中，国际合作正在成为关键。各国科学家正携手并肩，共同编织一张守护人类家园的防护网。